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斋藤孝先生所著的《什么是生存力：克服困境的斋藤方法》这本书。本书适合那些感到生活中充满了挑战，对未来失去了梦想，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感到疲惫的人。大家听说过生存力这个概念吗？根据作者斋藤先生的观点，生存力就是能够克服困境的能力。事实上，生存力已经成为日本文部科学省课程标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。换句话说，日本这个国家希望孩子们能够具备这种生存的能力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生存的艰难感；第二，如何掌握拥有梦想的技巧；第三，如何培养心灵的朋友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生存的艰难感。第一个要点是要看清不安的本质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无缘无故会感到不安，觉得生活充满了挑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往往会陷入无法信任他人、丧失自信的状态，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安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那么，我们究竟如何应对这些让我们感到生存艰难的不安呢？答案就是要看清不安的本质。有一个4字成语叫疑心生鬼，意思是无中生有的胡乱猜疑，导致自己吓唬自己。当内心充满不安和怀疑时，本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显得非常可怕。事实上，那些所谓的恐怖根本就不存在，它们只是我们心中的不安所制造出来的幻想。从另一个角度理解，疑心生鬼也意味着，许多不安感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鬼。举个例子，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很容易厌倦，从而产生了因为我无法长时间坚持一件事，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这种不安，于是开始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，容易厌倦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？它只是说明你无法对某件事情保持长期的兴趣。那么它还有其他的意义吗？通过深入的思考，我们会发现容易厌倦其实意味着您曾尝试过许多事物，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，能够尝试新事物本身就是一种优势。那些容易厌倦的人往往行动力很强，能够迅速适应变化，并不会被某一件事所束缚。这种特质在当今的社会中非常宝贵。因此，当您冷静地重新审视自己那些让您不安的特质时，您可以看清它们的本质，找到有利之处并加以利用。无法改变的部分则可以先放下，不必过分在意。这样一来，不安感就会逐渐减少。第二个要点是思维的转变。除了看清不安的本质以外，改变思维方式也是应对不安的有效方法。例如，很多孩子因为怕鬼而不敢在晚上去厕所。为什么到了晚上，鬼显得更加可怕呢？实际上，这种不安源于环境的黑暗和寂静。因此，解决办法就是改变这2个因素。可以把厕所的灯开得更亮，或播放一些音乐，让环境变得不再那么寂静。这就是一种思维的转变。在明亮和热闹的环境中，鬼似乎不再那么可怕了。这种思维的转变告诉我们，面对不安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。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缓解不安。第3个要点是意识到眼前的美好。许多人感到生存艰难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美好。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思考，比如太阳。太阳能带给我们光明和生命的能量。世界各地也都有崇拜太阳的文化，因为太阳是生命的源泉。当我们仰望太阳时，是否能感受到那种充满活力的生命力？不仅仅是太阳，生活中还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事物，比如庇护我们的房屋，炎热时带来清凉的空调，随时提供干净水源的水龙头等。当我们学会珍惜这些生活中的美好，生存的艰难感也会随之消散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如何掌握拥有梦想的技巧。第一个要点是梦想让生活充满力量。大家知道激发生活动力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吗？答案是拥有梦想。
梦想能够为生活注入活力，憧憬未来正是生活动力的源泉。梦想是否能实现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拥有梦想这一事实。例如，作者小时候读过一本书《地球是蓝色的》，讲述了首次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尤里·加加林的故事。受此启发，作者开始梦想成为宇航员，并为此付诸了实践。为了实现成为宇航员的梦想，他仔细思考了需要掌握的各种技能。他知道需要具备出色的计算能力，因此他专心钻研数学。为了保持强健的体魄，他积极进行锻炼。与其他成员良好的沟通至关重要，于是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。为了有机会进入 NASA， 他还下定决心刻苦学习英语。在梦想的激励下，他全力以赴地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。第二个要点是，梦想可以不断地变化。在作者的成长过程中，他最初的梦想是成为宇航员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梦想不断发生变化。在阅读托马斯·爱迪生的传记后，他开始憧憬成为发明家；而在读了野口英世的故事后，他又立志成为医生。最终，作者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。尽管他的梦想多次转变，且未完全实现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。梦想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否达成，而是在追梦过程中激发出的热情与动力。通过追求梦想，他付出的努力和积累的经验，成了他人生中珍贵的财富。例如，曾有一段时间，他梦想成为职业棒球选手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拼命训练投球和跑步，结果不仅身体更加强壮，还培养了对运动的热爱。尽管他未能成为棒球选手，但这些努力为他未来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。第三个要点是，从模仿憧憬的人开始，找到一个让自己憧憬的人，是保持梦想活力的有效途径。作者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经常通过阅读伟人的传记获得启发。模仿那些自己向往的人，也是实现梦想的一种方式。例如，在日本昭和时期的世界级版画家东方之宫，曾被梵高的作品《向日葵》所深深打动，由此产生了成为梵高的愿望。于是他开始模仿梵高的作品，专注于版画的创作，最终自己也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版画家。通过模仿，他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这种成长过程正是从模仿开始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个人的风格逐渐显现出来。因此，从模仿憧憬的人开始，是实现梦想的一个有效方法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如何培养心灵的朋友。第一个要点是，真正的朋友是能够轻松愉快地交流彼此兴趣的人。友谊的问题往往会让许多人感到困惑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真正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作者在书中提到，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可以愉快地谈论彼此兴趣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无法轻松地交流彼此的兴趣爱好，那么那个人充其量只能算是普通的熟人。例如，单纯因为总是待在一起的人，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。这类关系不是因为快乐而相伴，而是由于不安。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，反而会感到焦虑。因此，作者甚至认为，没必要为了凑在一起而勉强维持这种关系。真正的朋友是那些能够互相尊重对方喜好和想法的人。与这样的朋友相处时，您不会感到压抑，反而充满乐趣。当两个人彼此尊重时，就不会有被捆绑在一起的感觉。如果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或想要独自做的事情，他们能够自然地分开，之后也能够轻松愉快地重聚。与其勉强维持那些让人感到不快，仅为了凑在一起的关系，不如选择远离。只有那些能够愉快讨论彼此兴趣的人，才是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。第二个要点是，通过 PI 地图活跃聊天气氛。既然朋友是那些能够谈论彼此兴趣的人，那么如何找到这样的朋友呢？书中介绍了一种方法，叫做 PI 地图。您可以拿出一张纸，把自己喜欢的事物写下来，
即使有些人最初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，但经过整理后，往往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我喜欢这些东西。在书写 PI 地图时，有2个关键点。首先，尽量涵盖多个领域，这样会更容易找到与他人的共同兴趣。其次，要尽可能的具体，例如，不仅仅写上喜欢体育，而是具体到喜欢的球队或运动员，这样会更加个性化。至于书写的方式，并没有固定的规则，您可以随意布局，比如采用放射状或分类的方式来扩展页面。书中还提到了一个例子，作者在大学授课时，要求学生们各自写下 PI 地图，然后2人一组交换分享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学生们很快就建立了友谊，讨论彼此的兴趣，可以让人与人之间更轻松地建立起友好的关系。事实上，人们天生喜欢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。当您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，笑容自然会浮现在脸上。而如果2个人的兴趣相投，聊天的氛围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